女娲能不能补上网友的脑洞？太阳放水里会被熄灭吗？多少水才能把太阳熄灭呢？答案是多少水都不能。我们常有一种错觉，比如我们常说太阳是个大火球，实际上你说太阳是个大气球都比这个贴切。水能熄灭火，是因为水将火源和空气隔绝，从而停止了燃烧的反应。那太阳的能源呢？那倒不是因为那个，我觉得它是从内到外的。对喽，太阳它是由内到外的。原谅我接下来就不能说人话了。它的能源来自太阳中心的核聚变反应，并不是燃烧。在达到超高温度和压力后，太阳中心的氢原子的核外电子摆脱了原子核的束缚，而原子核则是能够相互吸引并发生聚合。太阳内部温度达到了1500万摄氏度，而压强则达到了上千亿个大气压以上，所以水不会熄灭太阳。那如果是非常多的水呢？那太阳就得懵了。我去，还有这种好事儿！水也许还没有到达太阳附近，就被分解电离成为氢离子和氧离子了。有请下一个网友。宇宙中存在中心吗？宇宙没有中心。有期视频我用气球举过例子，说宇宙没有中心，有粉丝不太理解，这明明是没有固定的中心，怎么能说没有中心呢？我一眼看到它就是在这儿啊！宇宙形成于最初的起点，大爆炸之后就开始不断的膨胀，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起点就是宇宙的中心吗？并不是。什么是中心？对于正方形来讲，中心就是两条对角线相交的地方。如果你跳离这个正方形，从更高的维度进行观测，可能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立方体的一面，并且正在不断膨胀的同时变换形状。而对于生活在二维正方形上面的生物，这些信息过于复杂，因此无法真正的确定它所在世界的中心。同理，对于我们来讲，生活在三维世界也无法确定包含更高维度并且在不断膨胀的宇宙的中心。螃蟹离太阳多远才能被恰好烤熟？有天我在食堂吃螃蟹腿的时候，碰巧刷到了粉丝问的这个问题：地球的平均温度是15度，那太阳到地球这段空间的温度是多少度呢？答案是接近绝对0度。只要把螃蟹放到太阳温度附近足够高的地方，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只烤螃蟹了呢？这个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温度是由于分子热运动而产生的，粒子的热运动越剧烈，温度也越高。在没有粒子存在的情况下，也就没有温度的概念。在空旷的太空中，平均下来每1立方米的空间内只有1个粒子，这也是为什么宇宙中温度没有明确的上限，却有明确下限的原因。那么物体就可以通过接受太阳的热辐射来升温。太阳的热辐射可以粗略地理解为太阳的温度通过光来传播。行星表面能升温，就是因为接受了太阳的热辐射。如果你在月球位置放一个螃蟹，接受太阳的炙烤，它面对太阳那一面就能升到160度左右。但实际上，在它接受太阳热辐射变熟之前，由于真空中环境温度接近绝对0度，在脱水和低温双重 buff 之下，螃蟹里的蛋白质很有可能已经变性了。最后到底能不能吃，就触及到我知识盲区了。我只能确定这个螃蟹肯定是活不了了。可是螃蟹又做错了什么呢？啊，真香！哎呀。大家好，我是上知天文。我最近受邀参与了抖音发起的奇妙知识在抖音活动，在此号召更多年轻的朋友一起加入抖音，分享你的奇妙知识，为更多人打开新世界的大门。